我才知道，原来剩下的果实和一生所爱是莫文蔚唱给周星驰的。当莫文蔚在朗朗的音乐会上唱了一生所爱，我才知道为什么只有莫文蔚算得上周星驰的最佳前任。莫文蔚对待这段感情的态度，也早就藏在了《剩下的果实》这首歌里了。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，不再见你，你才会。大部分的人只听出来了歌里的遗憾，却没懂歌词里的这句也许放弃你才能靠近你背后的深意。不是爱到尽头只剩下怒怼，而是明知道两个人走不到终点，退一步，换成另一种身份，留在对方的人生里。这首歌里感受到了他对周星驰非常浓烈的爱。《大话西游3》的片场里面，45岁的莫文重新穿上了那身白晶晶的衣服，开拍前还在和别人聊天。当导演说出了 action 的3秒钟，他毅然的流下了眼泪。刘镇伟导演说，他不是在演白晶晶，而他是在跟20年前的人在说话。时间倒回1994年的《大话西游》片场，那时候的周星驰呀，是圈内出了名的超级难搞，拍戏时经常冷脸，因为他的思维脑洞跳脱，根本没有人接住他的气或者理解他的意思，因为星爷总是那么超前。这时只有刚回国的莫文懂得周星驰的脑洞，还有周星驰那些天马行空的表演创意，两个人一拍即合，成了灵魂搭档。《大话西游》里面，白晶晶等了至尊宝500年，戏外呢，戏外两个同频的人也悄悄的走在了一起。《大话西游》的2年后，食神开拍了，里面的双刀火鸡这个丑角，全港所有女星都不爱接拍，因为他需要扮丑、龅牙、歪着肩膀，特别砸玉女的形象。然后只有莫文蔚站出来了，她愿意接这个角色，她半点女神包袱都没有，全力配合星爷完成了这部电影。她愿意做周星驰事业上的最佳战友，可是感情上却无法。约会约到一半时，星爷会掏出剧本再写剧本，纪念日改剧本，结果忘得一干二净。1997年的时候，莫文蔚拿到了《他不爱我》这首歌的歌词，结果他的歌一炮而红。我看到了他的心，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。他不爱我，他不爱我，尽管如此。唱这首《他不爱我》的歌的时候，真的是真情流露，曾几度声音哽咽。这个时候正是他和星爷在感情中拉扯的时候，每一句好像就是他的歌词。此时牵手的时候太冷漠，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，每一句都是莫文蔚当时的真实处境。所有人都知道他唱的人是谁，但他却闭口不提，绝不会说星爷一个不字。最终这首专辑卖了80多万张。同年他和刘德华同上了一个访谈节目，主持人问刘德华对周星驰的看法，前一秒还在仰头大笑的莫文蔚，后一秒整个神经都绷紧了，直勾勾的看着刘德华。直到听到刘德华的话语全是对星爷的夸赞，他才彻底的放松下来，嘴角全是微笑。那份藏不住的紧张与维护，是2014年袭击全港的岛州风波。整个港圈都在和周星驰划清了界限，向太呀公开指责。王晶、李修贤等娱乐圈的一系列人都和星爷划清了界限，连合作了非常多年的老搭档都闭口和星爷说不熟。那个时候只要谁在媒体前提周星驰或者维护周星驰，都等于在和整个港圈作对，所有的人都避之不及呢。只有莫文蔚当着所有港圈的记者面开口，周星驰合作了很多次，他很会照顾演员，我永远支持他。其实这时候他和星爷早已经分手了10几年了，他完全可以和着大众一起对星爷沉默，可是他呢，偏要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。想想现在的娱乐圈呀，分手不踩一脚那都是人品过关了，他居然敢在全网黑的时候力挺周星驰。最后两个人各自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，莫文蔚最后兜兜转转嫁给了自己儿时的初恋，她活成了无数女生心中向往通透的模样，而周星驰也真正的成为大众口中的星爷。星爷一步又一步刷新了票房的作品，很多人当初抱有遗憾，说两个人这么合拍，为什么最后没走到一起？直到莫文蔚在朗朗的音乐会上唱了那首《一生所爱》。
周星驰为什么不会娶财神于文凤？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妈妈不接受，也不是因为已逝的段小姐，而是因为于文凤的生存逻辑跟星爷的理念冲突。不是他不爱钱，而是他更爱名。于文凤是一个商人，投资高手，他能帮星爷赚到那么多钱，就意味着他很多时候都得商业化。两个人结婚，不是你妥协，就是我妥协。但是星爷的价值观是，我不需要你为我改变，我也不想为你改变。如果在一起，星爷的电影肯定会越来越商业化，而他从始至终对电影的执念都是情感投入为主，赚钱不赚钱的不是太重要，看证据。当初的大话西游票房巨惨，但是他之后的电影质感理念依旧不变，他要在电影里面突出自己的价值观。有一部电影验证了我对他的情感分析，他在《爱情专家》里说，爱情守则规定彼此喜欢不需要追，被拒绝后永不回头。女主问，这谁写的？狗屁不通。他来一句我，女主说，你写的你可以改啊。就说我也想啊，万一我违反了，我会遭到很严重的惩罚。他的潜台词就是我制定的人生规则，我不会轻易改变。名牌你能接受就接受，不能接受就拜拜。我不想为了谁自我惩罚，挑战我的生存逻辑、生存价值观。所谓很严重的惩罚，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，我的使命是做出好电影，这是我一生的执念。所以他的感情灾难，背叛也好，劈腿也好，都是在采集情感样本。每一段感情都是情感标本，也是电影最重要的灵感来源之一。经历越多的情感样本，他越容易看透亲密关系的本质和结局。当一个人把情爱里面的悲欢都看通透，情绪阈值会不断的变高，自然很难对单一段关系长久成立。就像蚂蚁某一天变成人，看自己的生活，再变回蚂蚁，会觉得此生毫无意义。情感对他而言就是这么一回事，渴望，但是得到了，觉得也就这么一回事。他的重心不在婚姻情感，苦难造就艺术。一个人能够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作品，要么是生活苦难，要么是感情苦难。就像周杰伦结婚之后很难再出名曲了，当初那些爱在西元前、爸我回来了，都是苦难融进艺术的代表作。婚后天天喝奶茶，现在出的新歌，你们能记得住吗？也许周星驰婚后幸福也会是这样的结局。你们认为什么类型的女人才能够 hold 住周星驰？下一期见。关注自己的情感识人不迷路，教你高维识人读心术。近排周星馳電影《功夫》女足大熱，如果係星爺嘅粉絲，一定聽過于文鳳呢個名。佢低調陪咗周星馳13年，分手之後因為幾千萬投資佣金對簿公堂，當年單案吸引全港大量財經同娛樂記者圍堵法院，兩個人上法庭嗰陣，法院審理重點完全唔係感情糾紛，而係雙方有冇具備法律效力嘅佣金協議。感情隨時會變，但資產合約同投資記錄字字句句都有憑有據。于文鳳聲稱周星馳曾經口頭承諾分俾佢投資利潤10%作為佣金，涉及金額大約7000至8000萬港元。佢幫周星馳打理物業同基金投資，包括山頂普樂道10號物業等多個項目。最後香港高院裁定于文鳳敗訴。法官寫判詞指出，淨係口頭承諾冇書面合約，唔具備法律效力，仲要承擔周星馳一方嘅訴訟費。幾年之後，于文鳳低調嫁俾創興銀行家族第三代廖耀成。你覺得于文鳳輸嘅係7000萬，定係輸喺13年嘅信任冇轉化為一張紙？周星馳有小孩嗎？我感覺有，為啥呢？是這樣的，老鐵啊，我看過很多年前的一個朱茵的採訪，那得10幾年了吧。朱茵在內地就是在一個訪談節目接受採訪，主持人就問他說周星馳最愛的女人是你嗎？說你們拍當年大話西遊的時候這個擦出火花了嗎？朱茵說沒有，說都是大家的誤讀。他說周星馳先生最喜歡的女人只有一個人，就是羅慧娟。他說除了羅慧娟以外，不可能有任何一個女人能走入周星馳的內心。周星馳的情感是封閉狀態的。他意思是只是大話西遊後來在這個內地火了，很多人都以為他倆有那麼一段，其實沒有。然後那個主持人又問了句，他說那周星馳那意思是年齡這麼大了，那沒有孩子沒有女人，這能行嗎？朱茵突然間什麼呢？本能性的就沒有思考，突然間
说了几句什么呢？他说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女人？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孩子？你怎么知道他一个人？后来就整对当时场面挺尴尬啊，然后朱茵就那个赶紧把话往回掰。他说周星驰先生的这个私人生活我们都不知道，没有老婆不代表说啊没有女人啊，所以我感觉他是知道点啥的，可能圈里边一般都知道啊，包括王晶也说过，古天乐也未必说是没有女人没有孩子啊，我感觉说的是有道理的，只是没爆出来而已。在港台那个地方就很多人都有私生子的，有的时候你一辈子也爆不出来的。你看我举个例子啊，就当年成龙那个私生女，我说实话，要不是那母女俩跟他要这个抚养费啊，闹得沸沸扬扬，找记者曝光这事，外人你一辈子也不知道的。但是这成龙的问题啊，你爽完之后分币也不掏啊，是吧？这事办的他不地道，只要是为你生了，你咋得掏点啊。说白了就是啥呢？只要明星家庭内部要不出问题，你记住啊，或者是记者没有拍到他的家庭生活的私密，他究竟有多少女人有多少孩子，你记住你永远都不知道。谭咏麟尔冬升那不是后来爆出来的吗？你记住啊，娱乐圈的东西能爆出来的只有永远是那么一小部分，娱乐圈当中绝大多数的秘密都是爆不出来的，能爆出来的有的时候都是意外啊。刘德华隐婚不也很多年吗？后来你看爆出来之后，他都跟朱丽倩已经结婚很多年了，还生了双胞胎女儿呢，是吧？很多明星是啥呢？就是他想保持一个人设，其实他的私生活就不会过度的暴露在聚光灯下啊。我们粉丝能知道的也就估计 0.1% 啊。所以我跟你说，就很多啊号称丁克的呀，号称没孩子没结婚的呀，都难说。周星驰、古天乐呀都未必没有孩子啊。当然这个秘密究竟是什么样的，咱们可能作为这个网友，广大网友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啊，是吧？那释永信大师你看看，那出事前谁知道他有那么多私生子啊，是吧？